违建的话，就应该要被人家拆除。但是如果你是一个影响力很大的网红，你是不是就有能力7年7次要他强拆都没有拆？网红这么厉害吗？而且他现在找上了学姐黄静莹，黄静莹人在国外听到周刊的消息哦，他扬言要提告，但我看要告也很难，因为周刊的用字叫做关切、关心，报道变成讲成是关说了，而且周刊有查证他的说法。这个网红叫培培哈，18万的追踪者，不算多也不算少。他在中山北路，也就是7段天母这个地方有一个房子，他本来是这一个旧房子，他买来之后入手之后呢，因为她的老公是设计师，就把它设计的非常漂亮啊，很像日式的这个风格。那在里面呢，大家有从外面看过去哈，这个是增建前，这边其实是空的。增建之后就已经多了一个违建，违建的部分他其实自己也不避讳哦，就在脸书上面、社群上面就把他违建的空间全部都有把它抛出来。然后最神奇的是，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他网红的身份，他的违建已经7年了都没有拆掉，然后有7次强拆，7次都躲过去。2楼的平台总共有12平方公尺哦，这对一般家庭来讲是一个不算小的一个空间，很好利用。然后这个过程当中里面，他现在被踢爆，他找了好几位议员，除了刚刚被点名的学姐黄静莹之外，包括新党的潘怀宗、民进党的王维忠、无党籍的林瑞图，都有被他点名说从中帮他处理，所以本来要拆的，后来都没拆，变成缓拆，直到蒋万安选上了市长。再从缓拆变成就是要强拆，现在状况到底是怎么回事？然后这个最厉害的是3个人是跨党派哦，然后3个人有一个共同的特色，都算大咖都算蛮大咖的哦，所以他也算厉害了。那附近 A 先生爆料的人说，黄静莹学姐哦曾经致电建管处关心，他用的字也是关心哦。学姐承认她确实有打过电话。但他知道已经排拆了，他就没有在这个要帮他介入哦，所以确实 A 先生讲的没错。邻居 B 小姐说，每一次强拆命令都当塑胶，她怀疑柯市府是为了选票刻意讨好网红，不敢得罪网红。奇怪嘞，那蒋万安就不怕网红吗？学姐说没有这回事哦，她要回进行法律诉讼哦。然后当事者网红培培的丈夫说，他们9月就会来拆了，请到思刚。这件事情哦，其实现在有个什么违建的一个报拆平台，也就是说呢，我们收到一些违建的一些申诉啊，或者说他屋主呢觉得说，哎，我是冤枉的，我买来的时候这是违建啊。OK， 那我们就把你的这些申诉呢，我们就放到那个平台上去，由市政府的建管处，还有一些相关的人员呢来去做评定。OK， 那对我们议员来说，我就省了这个被关或去关说就关切的这样的一个帽子啦哈。那为什么说好像7年来好像都有命令拆7次都未拆？思刚他有找过你吗？因为这算你的选区吗？对，这是我的选区。而且我看照片，我大概知道在哪里，然后我大概知道在哪条巷子。然后呢，他说违建7年啊，但是7次强拆却未拆，他可能有个巧门，也就是说呢，当那个要拆除大队去的时候，我先把里面的一块瓦。一块砖，象征性的咚放进去，然后我跟拆报大队是设计师嘛，应该是对这些规定。当然我没有去看那个里面，但有一些有经验的设计师，好，他会有一些活动空间，比如说我们看到这个有个空的，有没有？有个空的空间。好，这个看起来是空的，但是也许说不定是有它真的实际状况是一个实质的空间，或有一个遮风挡雨的门，或这个活动的窗户。当有违建要来拆报的时候，我就告诉违建说这一块我把它拆掉了，我已经主动去拆除了，然后拍照给拆除大队去做记录。拆除大队说 ，OK， 那这是屋主自行处理中，有处理中了，那我们就先暂时缓一下。所以他可能就用这种方式，借由1个议员、1、2、3个议员、4个议员以拖代变。所以他倒不是说我是网红而想尽办法，而是因为我有相关的背景，对他知道这个巧门在哪里。但我也觉得这个网红很白目啦，因为没有人自己家里面是有这个情况，还是招摇大摇大摆。你是说弄也就算了，还到处你自己默默住在违建里面就算，你还大摇大摆昭告全世界家说，我家是违建，我改违建改得很开心啊。然后也连累到这些过去。他的说法是说，这3楼跟阳台是既有的违建啊，装修的时候忘记要申请登录。这个很好查，我们现在都有这个空拍图，而且他假设他是83年以前的话，
现在我们空拍图可以调到民国50几年的都调得到。不用调了，因为那个爆料的人 Google 就调出来了。对，所以这个东西一翻两瞪眼。他在做回应的时候，可能不知道人家有什么图。我们严谨一点，我们做事要严谨，就是我们一定调那个相关的空拍图。跟找跨党派这些大咖议员来，就是让他去延迟。就是在比如说今天假设 A 议员我就告诉这个东西，他们的屋主呢可以自行的去做拆除。OK， 那查报队就说那就给你3个月的时间。然后呢，3个月到了，我就把一砖一瓦把它拆掉，拍照存证，查报队就这个事情就先暂时结案的。然后等到下一个轮回被检举的时候，他又经过这样的轮回，所以会找这么多的议员去做这样一个不断轮回的事情。那黄静怡，我不知道他4个案子是他本人接的还是他助理接的，然后对他来说这是有点衰到了。好，科办呢现在有一个状况他团结一切的力量拒绝郭科配当副手的几率几乎是0，而且国民党传出这个朱立伦说有内参民调嘛，那民众党说你内参我也内参啊，他们的内参民调里面柯文哲跟赖清德差距非常的小，而且呢这个侯友宜是呈现往下退的一个状况，所以代表民众党参选到底柯文哲一定是选到底。郭科配不是他们的一个选项。那政坛上这几天今天也刚好有一个这个最新的消息，也就是黄捷正式的从民进党的侧翼变成正规军他不再是侧翼了他已经是正统的民进党。推荐人是陈其迈。黄捷 po 在脸书说我都还来不及发文说我变成民进党了，一堆侧翼已经来洗版了。他说没有关系，你们这些这个网军这些不要崩溃我就是加入民进党了，因为他有愿景有理念。赖清德立刻去盛赞他，说你加入了，变成听台湾的一环。那网络上有一种讨论说，黄捷刚好满30岁，为什么这一些当时在体制外要抗争？想满腹有这个理想抱负的，包括民进党也要监督他的这一些人，20几岁的时候冲，到了3字头的时候就变成是民进党底下的人了包括林飞帆，还有包括一个吴瑞燕，他都是这个31岁入党，张之豪、吴峥是33跟30岁入党，不过有一个叫做 Freddy 的Freddy 40几岁了。至今还没有进到民进党了，所以也不见得跟3字头有关系。然后有网友是分析说，是不是过了30几岁，经过了很多历练之后呢，其实就没有理念了。然后还有包括馆长现在跟赖品妤在战，馆长会战这个是因为民众党舞团穿了这个衣服表演然后就被人讲说物化。所以馆长说，如果这个叫做物化的话，那赖品妤 cosplay 也是物化这一些动漫。他说很难看啦，现在赖品妤就说我不是，我的身体由我负责。那很多人就讲说，那为什么舞团这些跳舞的人不能自己选择要穿什么呢？他们的身体为什么就不能自己负责呢？然后更妙的是呢，馆长还有讲一件事情馆长说王美花当年2013年的时候打扮成这样子跳舞他觉得就是侮辱了啦啦队，而且物化了这一些表演团体我很难说他不对了来请教这个杨明。我们先从郭科配开始谈其实现阶段我看在野整合几乎是目前是没有任何的这个曙光展现，现在看起来就是一潭死水，各唱各的调啦。就是说每一个柯文哲也好，郭台铭也罢，侯友宜也罢，就每个人都在走自己想走的道路。那每个人都想当老大，那再也就不可能整合。其实就静观其变了。对，所以杨明，我比较时间还没到。请教你的是有关黄捷的部分。黄捷他为什么要入党？第一个，他下次他要选议员的时候，因为立委提名已经差不多了，他不会在2024有角色，他下一次角色就是2026的议员连任。那如果他要参选2026的议员，要用民进党的身份的话，最晚要在明年入党。就是民进党有2年条款，就是要在公职选举的前2年。可是明年选前入党就比较难看了。不是那个时候你入党会变成太刻意，反正现阶段你就是卖家军嘛。你就是陈其迈的这个所谓的在那个党团，他已经跟着民进党党团运作，你就直接加入。你这个时候呢，还可以变成说，你知道吗？帮赖清德的民主大联盟加分嘛。这个叫做战功，他可以立战功。就现在这个是最好的时机。对，因为现在是有一场选战，然后呢，你加入了民进党，你可以帮民进党打仗。而且赖清德正在旺
对，所以我加入了让你更换位。而且你看嘛，你吴峥以前跟他也是在时代力量啊，对不对？他们当初一起离开啊，所以现在一起回来哦，所以这个我觉得非常合逻辑哦。像林非凡哦，过去也是他们的这个所谓的这种比较是这种党外势力冲撞的势力，结果现在都变成是这个民进党的主流。就当时的太阳花，后来纷纷都进到民进党了。对，那当然这个我是觉得这个是不是30几岁特别喜欢加入民进党，这个倒不至于啦。我觉得是有人想要转移焦点，主要是因为大家都成家立业了，发现有一个大党可以依靠，可能比较安全啦，哦，比较稳定哦，不要到你看像比如说有一个大公司让你依靠比较好啦。对啦，不要一直流浪啦，大树好乘凉的概念。对，没错啦，这个也是因为民进党现在是一个稳定的政党了，所以他们会觉得哦，到民进党很安全哈。那当然你说这个馆长跟赖品妤，我觉得这个其实从一开始哦，这个民众党的那个表演。到底是物化女性还是身体自主，本来就可以有不同的看法。对，我们台湾是一个多元的社会，但是哦，里面我觉得只有一个意见，你没有办法去挑战，就是当今天你不是空服员，你打着空服员的服装外形去表演的时候，空服员这个职业的，比如说像空服员职业工会，他们有权利去对这样的因为你是把一个职业的形象做了另外一种的诠释。他们可以去质疑你说，如果今天那天伟汉有讲说张志豪他的夫人是空服员，我说如果今天上去跳舞的都是空姐，没有这个问题。但因为那天就是一个表演团体，他们不是空姐，但是穿着空姐的服装，我觉得这个确实这个部分可以做更近，那就不应该叫做物化，这可以更谨慎，而是羞辱了人家职业嘛。对，这变成说是一种职业的。刻板印象的。那你觉得王美花有羞辱到啦啦队吗？这个我觉得这个还好啦，因为你要知道，像这种活动，大部分都是在什么尾牙啊或什么的。其实我觉得大家我们不要那么伪善。我们很多的企业、很多的团体在表演的时候都期待哦，很多，尤其你知道，像我以前我带的高中社团哦。高中生他们每个都想要穿得很辣，然后呢表演，不是为了物化什么，不是他觉得他有青春的那种活力，他想要透过，因为上面那些舞者，比如说他看韩团的表演，韩团就是穿这样，我要穿的跟他一样，所以有一些他是这个是许淑华啦，刚刚那个穿红色外套的是许淑华。其实这些表演，我觉得他们主要的目的是吸睛嘛，政治人物他穿成这样表演，他主要就是为了吸睛哦，为了增加讨论度，然后让自己比如说活动可以活泼哦，热闹哦。我觉得这个倒不至于过度去解读，但是呢，当有一群人用一个标准说你们这种所谓的女性去表演辣妹舞就不允许的时候，那这个标准就会变成另外一方就会说，那为什么你可以？当这样子的讨论的时候，其实对我们这个社会国家没有意义啦。因为我觉得第一个，未来比如说你问施刚如果今天他办造势活动，会不会请一些这种表演团体？还是会。现在恐怕都要包起来了。没有，而且不能有职业别。有些婆婆妈妈也会穿很辣呢。都要包起来？没有，不用啊，他还是可以穿很辣。以后都要包起来，不是啊，不然通通物化，而且不能职业别啊。但是我觉得职业，比如说，如果今天是牵扯到护理师或空姐，尽量避免。对，不要用职业别去表演，不要去影射说那种职业别要穿那个衣服引起别人的一些想象啦。我觉得这种想象是对那个职业的不尊重。对，大家好，我是谢耀洲，拜托请大家拿出手机，打开 YouTube， 搜寻国民大会，按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检查一下因为听说有些人按这个订阅之后还会跑掉，你检查一下，看订阅还在不在。如果你已经订阅，没有关系，你周边的亲朋好友帮我们拉拉票，请他们也订阅，而且要帮我们多多分享，谢谢，拜托。